大家好，我是佳佳。今天呢，要跟大家说的故事是发生在我的出生地台北。虽然这是一篇发生在台湾的故事，但故事的内容却有着满满的日本味。因为台湾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在西元1895年到1945年，大约有50年的时间台湾是由日本统治。历史上呢，称这一段时间为日据时代、日治时期，或者是日本时代。今天故事的主人翁呢，是一位来自日本冈山县的女性，她离乡背井来到台湾后所发生的故事。再一次感谢《台湾妖见录》的作者周鼎国先生的授权。本周的故事呢，是由他所推荐的丑时之女，同样收录在《台湾妖见录》当中。每年元宵节的时候，在龙山寺呢，都会举行盛大的元宵灯会。而这个离奇的故事就发生在西元1919年3月5号，有一位富商在万华遭遇刺杀的事件。但诡异的是，他的死法非常的离奇，死因是心脏部位被一根长达5寸的铁钉贯穿而亡，尸体卧倒在街道巷弄当中。当警方侦办此案的时候，有许多人说呢，在前一个晚上曾听到有男子用很恐惧的声音大喊：不要杀我，秋子不要。在日治时期的万华，日本人为了管理来台谋生的娼妓，在万华欢慈市、宿仓口还有后街仔这一带成立了油廓。油廓是江户时期政府认可的风月区，用围墙、水沟包围成为一区，在里面可以合法从事一些性交易的工作，而且政府单位呢也会定期的来做卫生检查。当时在油廓里的娼馆一共有25家，其中最高级的就是新高楼跟欢欢楼，能进来这里的都是有头有脸的贵宾，也是他们聚集宴会的地方。再来较次等的就是富士见楼，3等的是赤玉、新鲜楼，这些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人能去的地方。如果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是无法到油廓里面，只能到青山宫附近寻找私娼寮寻欢作乐。在当时油廓里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就是新高楼。在油廓内工作的女子被称作唐行小姐，日本人也称她们为娘子军。她们多数来自于日本贫困的农村女孩。最初唐行小姐主要被输出到中国大陆、香港、菲律宾、婆罗洲、泰国、印度尼西亚等等西方殖民地，目的呢是要解决西方殖民军队跟相关劳动者的性需求。在那个男女不平等的年代，只有贵族家的女子才能接受教育，再来就是艺妓才有资格识字读书。而唐行小姐的下场通常很可怜，大多数呢都是年纪轻轻就死于疾病，然后被人草草埋葬。幸运一点的则是被当地的富商看上之后买回家当侧室或者是小老婆，终老一生。再差一点呢，就是债务还清之后就会出家归隐佛门，祈求如果有来世就别再受这样的折磨。在1918年，新高楼引进了一批艺妓来台工作，其中有一位来自冈山县的女子，她的名字叫做小山秋子。她因为家境贫困所以在8岁那一年就被家人卖掉，跟着山本屋家四处工作赚钱。最后因为长得很漂亮，所以呢被新高楼的老板看中，买下来到台北当艺妓。虽然这些艺妓他们会互相竞争，但他们也会彼此照顾。
因为除了置屋的老板夫妻之外，共同生活的就是这些姐妹，也可以说是她们后半生的亲人。她们的成长过程也非常的辛酸。在小的时候呢，就需要包办各种劳动的事务，或者是学习一些舞蹈、才艺。在花样年华的时候，就要献上最美好的一切来讨好男客人，而且根本无法随自己的心愿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所以心中最大的寄托呢，往往是神佛，或者是祈求能遇到愿意真心对待自己的男子。而故事的主角小山秋子在当时是新高楼的红牌艺妓，虽然贵为头牌，但实际上呢，也只是一个受人控制的摇钱树。艺馆里的当家呢，要你做什么，你也无法反对或者是抵抗。有一天，馆内来了一位从日本来的中年男子，他被当时正在台上弹奏着三味线的秋子所吸引。三味线是日本的一种弦乐器。这个男子呢，一见到秋子美丽的脸庞以及演唱时略带哀愁的唱腔便为她深深着迷。而他这副痴迷的模样，也被在一旁的黄大商人给看见了。黄大商人马上起身走到门外呢，跟和田夫人悄悄地说了几句话。结果和田夫人呢，先是摇了摇头说，不行的，秋子不会答应的，艺妓是卖艺不卖身的。结果没多久，黄大商人就从口袋拿出了一叠现金，对着和田夫人说，没有钱办不到的事，看你要几张，自己拿没问题。说完之后呢，和田夫人马上笑得非常开心，并且说，您放心，我会替您安排好这件事。而这个黄大商人因为想要得到八木酒造在台湾的独家代理权，所以打算买下秋子的夜晚将它献给为他深深着迷的八木。八木俊之呢，是一个50几岁的中年男子，同时也是一位酿酒师。他是八木酒造的负责人，这次是透过陈马商会的安排，来台湾进行为期1个月的考察。因为黄大商人的宴请所以受邀来到新高楼。宴会结束之后，黄大商人留八木在新高楼过夜，而当晚秋子也被迫来服侍八木。接下来的每一晚，八木待在台北的夜晚都是由秋子陪伴。这一段期间呢，八木对秋子的体贴跟宠爱，也让秋子对八木渐渐有了好感。后来在八木离开的时候，新高楼里呢，有一位跟秋子非常好的姐妹，因为她遇到了一位愿意娶她为正妻并且想为她赎身的商人，所以这位姐姐很开心的把自己多年来的积蓄全拿出来给男人。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位姐妹离开新高楼没多久之后，就传出男人骗光她所有的积蓄，不但抛弃了她，还跟别的女人私奔。受创的姐妹因为想不开，所以呢就投河离开人世。半年后，八木呢带着一笔钱来替秋子赎身，并且给她一个家。秋子呢没有想到自己这样的出身竟然还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所以她非常珍惜这段感情，对八木的爱呢也越来越依赖。但好景不长，幸福的日子并没有很久，因为风流的八木很快又在别的地方迷恋上更年轻更貌美的艺妓。从此秋子跟八木就开始常常吵架，八木呢更会负气的离家出走，接连好几个月都不愿意回家。而秋子对八木的感情也由爱跟感谢转为恨和埋怨。慢慢的，秋子的个性越来越古怪，常常一下子哭，一下子笑，一下子呢疯疯癫癫的，一下子又大吵大闹，整个人呢像个癫狂的疯子，没有人敢接近他。在大正8年3月5号，也就是西元1919年的时候，那一天正好是台湾的元宵节。
由爱生恨的秋子想起了自己悲惨的一生，儿时被家人抛弃卖掉，成长过程呢受尽屈辱打骂，最美好的年纪却沦为男人的玩物。好不容易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结果只是昙花一现的美梦。他又想起了那一位同样身为艺妓，却惨遭男人欺骗，最后跳河身亡的好姐妹。他怨恨上天，更怨恨无情的男人。这个时候，他想起了日本古老的传说丑时之女。据说在半夜的1点到3点，只要身穿白色的衣服，头上戴着用生铁铸成的铁环，并且插上3根蜡烛，胸前悬挂铜镜，脚上踩着单齿木屐，一手拿着铁锤，另外一手拿着5寸钉，将怨恨的人名字写在草人上，并且将诅咒随着铁锤将钉子钉入草人里。他一边钉一边哭，一边喝着酒，一边怨恨着不公平。在他醉倒之后呢，没有喝完的酒也洒落在地上，并且呢引燃了未烧尽的蜡烛，而他也在那一晚葬身于火海。在他死亡的隔天，八木呢也被发现死在万华的巷弄里，而且离奇的是，他的双眼睁得大大的，像是看到什么可怕的景象。他的嘴角流着血，心脏呢钉入了一根5寸铁钉，右手掌被人写了一个秋字，而他死前的呐喊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恐惧。从那一天起，八木家和附近的街道每天晚上都可以听到一个女鬼凄厉的哭声。人们开始流传八木的死是受到了秋子鬼魂的索命，很多人呢也吓得不敢晚上经过那附近，所以居民就纷纷请庭长去拜会法华寺，请求法师呢能来这里超度亡魂。法华寺的住持冈田听到大家的请求后，便答应呢要来度化秋子的怨魂。当天晚上，他来到八木家，看到了被烧成灰烬的房子。他缓缓地走到里面，拿下斗笠，在地上呢盘腿而坐。等到半夜的1点，秋子的鬼魂出现了。冈田对秋子说：“施主，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心愿未了？可以告诉平曾，让平曾替你完成遗愿。你好好的去另一个世界吧，不要在这里留恋了。”秋子说呢，我好恨这个世界的不公平，我恨男人的薄情寡义，我更恨为什么我无法离开这里得到解脱。冈田法师说，施主如果想要得度，必须放下你的感情、仇恨、怨念。当您放下一切，头上蜡烛的火焰呢也就熄灭了。秋子回想起他生前的事情，八木虽然破灭了他对幸福的憧憬，但不可否认的是，八木也曾真心爱过他，也曾给他一段幸福的时光。虽然八木后来变成了负心汉，但最后也死在自己的手中了，那还有什么好恨的呢？而他在世的时候，还曾经是新高楼的红牌，当时风光无限，比起很多艺妓他算是非常幸运的。接着他又想到，在油廓里有很多命运跟他一样悲惨的姐妹，所以他对冈田说，在这个水池旁的雪见灯下，有一瓮金币跟珠宝首饰，这是我一生的积蓄，我希望你能用这一笔钱盖一座塔，来收容像我这样命运的油廓女子，让他们的灵魂呢有个安息之处。当他说完这些后，他头上3根代表感情、仇恨跟怨念的蜡烛也随之消灭。冈田说，我答应你，你就跟着地藏菩萨去投胎吧。接着口中念出咒语，随着呢就出现了一尊双手合十的地藏，引导秋子的鬼魂离开人世。
在西元1919年的6月6号，冈田将法华寺迁址重建，并且依照秋子的遗愿在本堂的旁边建了进修堂来祭奉万华游廓的女子艺妓无名氏，并且在后方建塔安置他们的骨灰，还在前方设置了一尊地藏菩萨。后来在西元1936年八木的儿子八木清一从日本鸟取县来到法华寺，并捐赠了一座摆渡石立在参道旁。听完这个故事我觉得是一个旧时代女性的悲哀。在那个物质比较缺乏重男轻女的年代，多数的女性是可悲的，而人们也总是喜欢比来比去。当你想着生活比不上人家的同时，在世界各地还有很多比我们可怜的人，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没有家没有自由。所以换个角度想，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自由的国家民主的时代，真的是幸福太多了。换个角度想，珍惜拥有的实在很重要。就像我，因为我很喜欢林志玲，所以我在主持活动的时候，我都会开玩笑说我是主持界的林志玲。但是我没有林志玲高，身材也没有比她好，也没有她漂亮，更没有她有钱。但有一点林志玲永远比不上我，而且到死都比不上，那就是我永远比她年轻。今天的故事主要是想要跟大家说人生的道路有许多起起落落，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所以当你遇到人生低谷的时候，更要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一切，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做了后悔莫及的傻事。我是佳佳，感谢您今天的收看，也希望大家帮忙按个订阅跟喜欢，因为您的小小举动会给我大大的鼓励跟支持再一次感谢您的疼爱，我们下周见咯，拜拜。